长相思大受欢迎，却引发网友吐槽杨紫丑，央视站出来为她说话。一部万众期待的电视剧《玉骨妖》在这里空降首秀，但开播第一天，女主角的妆容就遭到严厉批评，导致制作团队连夜加班进行修正。然而，口碑的大幅下滑并没有完全挽回。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现代偶像剧，可惜其中一位主演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受到观众的喜爱，导致人物形象崩溃，剧情变得不合逻辑，甚至频频受到官方批评。终于等到了《长相思》，这次可以尽情追剧了吗？原著口碑极好，翻拍版还原度极高，童话亲自指导，使这部作品成为备受好评的电影。杨紫和3位男主都表现出色，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，几条感情线错综复杂，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，确实引人入胜。毫无疑问，这个话题在全网掀起了一股热潮，这次的火爆也是实至名归。评论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，骂声一片，几乎所有人都集中攻击女主角的颜值。今年最丑女主角，古装剧还是走吧，不适合杨紫辣眼睛，她的丑惊艳了全场观众，简直就是独一无二。这个词的犀利程度出乎意料，不仅口碑走势出人意料，居然还能造出辣杨紫、独特丑等词。对于一个演戏20多年的90后来说，实在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杨紫这次恐怕真的触动了别人的奶酪。虽然4男追1女的情节有些老套，但即便是步步惊心这样的古装剧也已经过时了。然而《长相思》因其创新的3句台词设定而脱颖而出，而且剧本本身非常好，以至于重拍时并没有对其进行重大修改。除了杨紫之外，在颜值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还有张婉怡和邓伟，尤其是张婉怡。坦白说，我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审美了，甚至有人表示3人谁胜丑，敌人开会，一下子演正片就好了。谭健慈是最没有争议的人，他确实无可挑剔，银发、白衣、长须、刘海，完全可以驾驭，尽显雍容华贵之感，堪称美人王。邓伟对自己饰演的涂山璟颇为惊喜，因为他不仅成功地展现了高贵冷漠的富家公子，还展现了他对温小六杨子氏的依赖。此外，他在古装角色中呈现出古典美的优雅气质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张婉怡之前的戏份比较少，但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虐心情节。她的长相与丑字无关，她身材高大挺拔，举止出色，与另外2位男主的温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虽然她的五官并不出众，但是在一起看起来却很硬朗，不是很好吗？其他剧什么水平，什么样的长相才能称得上好看？如果这个水平就已经算丑人见面了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的脸或许有些僵硬，但还不足以被指责其丑无比。当她和谭肯慈一起出现的时候，人们会发现，虽然她的五官没有谭肯慈那么精致，而且脸也可能有点大，但是她的五官比较立体，面部肌肉也没有僵硬到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，人们感觉不自然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几乎没有化妆痕迹，这一点相当不错。中远距离看，杨紫的五官很明显，尤其是法令纹。然而，有皱纹并不意味着你不好看。温小六的角色是一个在这个小镇生活了几十年的豪爽、直爽的男人，怎么能指望我们观众像他一样轻松愉快地接受创飞的事实呢？真正欣赏杨紫的演技，是在看了《长相思》之后。该剧前期曾拍摄过几段温小六的戏来调侃她的外貌，然而正是这些场景完美地展现了杨紫的实力。比如香柳谭健次是命令闵小六抽鞭子的那场戏，从截图中可以明显看出，此人使用了数种黑煞的粉底液沙漠，除了眉毛之外，整张脸看起来都很粗，很符合他的形象设定。不过鼻梁和脸看起来有点不自然。观看整部动画，没有任何肢体表演，但演技却完全超越了视觉冲击力。紧握的双手猛握时的颤抖瞬间体现出来，露出难以形容的苦涩表情和犹豫的话语，还有额头上的微微汗珠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撕心裂肺的剧情疼痛。比如说香柳逼问温小六的情节，这段杨紫的情绪变化非常明显，从一开始受到威胁时的惊慌无助，到回忆往事时泪流满面，眼里已经有泪水，再加上那句名句无处可去，
无人依靠，进一步凸显了文小六的可怜和无奈。预告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文小六和轩轩、张婉仪是已经互相透露了自己的身份。这温馨感人的认亲场景，让人流连忘返，不禁让人感动落泪。温小六的眼里流着泪水，这种隐忍的泪流满面，往往深深触动着观众的心。他越来越压抑地忍受着，却越来越无法控制那种难以形容的疼痛，仿佛打在他的脸颊上。这就是虐剧的本质。或许是因为性格的原因，杨紫之前的妆容表现确实很一般，但在我看来，她的表演与这个角色非常契合。有哪位顶级演员能像杨紫女扮男装一样，自然地融入各种小动作，甚至不顾形象到这种程度呢？要知道，能够在各种殴打场景中表现出色，能够接受对镜头直接挑战的考验，真的是没有影像包袱的真实体现。央视也应该站出来点名称赞杨紫的演技，毕竟被骂得很惨，被称为最丑女主角。剧情中还提到了逍遥和轩轩不认识对方，甚至有人形容他们的声音横店2条街都听见了。确实，杨紫饰演文小六的时候，她压低了声音，但并没有让人觉得突兀。这样的演技是不是很让人惊叹呢？从现场观看几位主演的表演来看，颜值都非常出众。就连杨紫的脸也没有显得太肿，电视剧中的观众也不会因为她的脸而忽视她的演技。另外，她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可想而知，她确实在古装剧圈子里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，所以才被这么明显的黑了。前几集中，杨紫饰演的女扮男装算不上好看，但她非常贴合角色，表现得自然。与此同时，谭健次、邓伟、张婉仪的表现也相当出色，表演在线。这些人的聚会绝对不是网友所说的丑人聚会，可想而知谁征服了观众。逍遥和轩轩即将正面交锋，他们将如何闯过追妻火葬场关卡？这段旅程充满了刺激元素，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吧。02于孤妖肖战仙气十足，成为霍建华古装帅哥接班人。于孤妖已经播完了，但是很多追剧的朋友还没有从悲伤的结局中走出来。这部剧到底火不火？很多人都有疑问，也有不同的看法，但他的表现仍然令人印象深刻。于古妖在弹幕互动排行榜上打破了鹅厂最快9000万的记录，并在所有影视剧排行榜中排名第1，话题热度极高，弹幕热度和角色热度均第1。肖战的诗英角色继续霸占榜单，无人竞争。肖战负责这部剧的流量，自然功不可没。他在这部剧中饰演的石影让人赏心悦目，不仅是对孩子的爱，更是对天下苍生的大爱。他是一位温柔善良的师傅，也是一位睿智理智的九嶷山道士。肖战在这部剧中不仅演技有了长足的进步，还贡献了自己的超高颜值。当肖战一身白衣撑伞从天而降时，观众直呼仙都石英本人。无论是从身材还是气质上，他都完美地演绎了这个角色。主角是这部剧是虐男主，肖战也演绎出了石英的冷酷和脆弱。他流泪的场面让观众心疼不已，毕竟谁能忍心看到这样一个美男子落泪呢？同样的师生恋千古中的霍建华也是公认的古装帅哥，和石英一样，他对徒弟的爱更多的是隐忍和内敛。但这部剧的主要焦点就是虐女主，所以男主不太讨喜。但霍建华的出现却是无法否认的。霍建华作为无数90后的童年男孩，演过太多好看的作品，古装造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天下第一中冷漠沉默的桂海一刀，仙剑3中严肃的徐长卿，仙剑奇侠传中的古装美男子刘启珍，女一明妃。他和刘诗诗在一起雪中树枝的画面绝对是美极了。近年来，霍建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更多的是回归家庭。有了女儿之后，我似乎没那么有野心了，这一点大家都明白。肖战和霍建华长相相似，都是国风长相，浓眉大眼。肖战在《玉骨》中的出演，也让更多人认为他是继霍建华之后又一位命中注定的古装英雄。霍建华或许不再有令人难忘的古装角色，但有肖战，还有光明的未来。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正在默默地交接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。